嗨，大家好，今天闲来无事啊，开车来到了奉贤，应该是南桥附近的一个区域啊。这边呢有一个四季公园，应该叫四季生态园吧，一片绿地啊，就停了车呢，到这边来逛一逛。你看这一个贤字啊，这是奉贤的标志。敬奉贤人，见贤思齐，蛮好的语义啊。停车场边上呢就有一个小湖，正对着呢是奉贤街道社区志愿服务中心，里边呢应该有个公园啊，准备到里边去转一转。这个湖边呢还建设了一片西式的建筑。这边呢有上海市奉贤区文化和旅游局树立的一些招牌啊，都是一些广告。这边其实就是上海之鱼边上的一个小公园。这边呢，用中国字啊，各种字体写的贤字啊，10多种。凤浦四季生态园导览图，大概这就是这个四季生态园的全貌了啊。好，到里面去走一走。这个园还有个名字叫贤园啊。这边呢有一段奉贤的历史啊，其实来奉贤很多回，还真不太清楚它这个历史从哪来的。据说呢，春秋时期就有人到这边来举办教学活动啊，所以这个贤呢跟教育有关。据说还是雍正命名的奉贤这个地名。现在这些社区边上的小公园啊，都建得相当不错啊。第一呢，它以一个崭新的生态面貌啊；第二的话呢，它有足够的规模；最重要一点呢，它免费，谁都可以进来。唯一对我来讲觉得不大友善的呢，就是你不能到里面来骑单车。但是呢，在这边走一走啊，也是不错的一种休闲的方式，所以我今天呢就是专门到这边来走一走，散散步啊，呼吸一下绿树丛中的新鲜空气。这边一个叫奉贤社区书院，架了很多的小帐篷啊，可以在这个小帐篷里面呢喝杯茶，看看书，休息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公园里面呢，我发现有不少的雕像，都是一些奉贤的名人吧。像这位李代问，就是南桥红堡村人啊，明崇祯16年的进士，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古代的有名人物吧。这边呢，又是一位叫袁建奇的奉贤凤城贡耕村人，一位教育家啊。看到这条路边上啊，有好多这样的名人的塑像，和下面呢这些介绍啊，我就不一一念给大家听了。这里呢，就是刚刚我在公园外面啊看到的一片小湖区，边上那些西式的房子啊，沿湖而建。对面呢有很多新的居民的大楼，占了这么一个位置啊，非常不错的地段。走上几个台阶啊，这边有个长廊，好像叫贤文化长廊。都是一些宣传的橱窗，讲的呢都是跟本地啊一些先贤、一些名人有关的介绍。贤文化展示长廊上面有这个牌匾。前面呢有个讲贤堂啊，但是大门关闭着，应该是进不去的啊。
前文化长廊呢，在这边继续延续。这边呢，主要是介绍奉贤区的事物啊。这个长廊还真蛮长的啊！我已经走了一段路了，这个长廊还继续延续着。这边呢都是介绍一些现代的人物啊，当今的一些人物的好人好事吧。长廊呢到这边结束啊，一个西式的亭子啊，和那边那个呢遥遥相对。这边还有路可以走过去啊，再走几步看一看。看来这边还有足球场、艺术花园、露天小剧场、游船码头等等啊，设施还非常的完善啊。对面这个建筑物非常有意思啊，叫大船，确实像一艘大船的一半那样子。你看这个楼顶的平台啊，像不像一个大船的甲板啊？这座小桥上面还是写了很多的闲字啊。确实啊，这是一个不错的散步的公园。这边呢有一个操场，应该是一个足球场，随便都可以进来啊。带着球是不是就可以到这边来玩了？所以说呢，这里呢就是一个社区公园啊，里边呢有不同的设施，有休闲的、娱乐的，还有呢锻炼身体的。或者呢，仅仅就是像我这样啊，随意到这边来步行一圈的，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啊。
站在这个小平台上啊，正对的就是刚刚路过的这个操场，一个球场啊，整体布局还算是规整，有一种设计感啊，像一个西式的公园。这边呢有非常漂亮的满树的花朵啊，这个花开得非常的热烈啊。边上呢是西式的建筑啊，我来看看这是什么花呢？我查了一查，原来这个花叫紫绣球啊，但是看到的应该是粉色，并不是紫色。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花还是非常的漂亮啊。看到这边呢，有一些完全是西式的这种建筑风格的房子啊，但是呢都在整修之中。这边呢也有一片小湖啊，对面那些房子呢，我估计就是一些私人的别墅建筑了啊，完全是纯西式的一些房型。就有点像古罗马的一个露天小剧场啊，吸引着不少摄影爱好者在这边拍照。
小河的对面呢，就是那些大宅了啊，闹中取静，紧靠着一个非常漂亮的西式公园。又是一个小湖，非常优美的环境，非常的安静啊。但是令人艳羡的还是这个湖边的那些独门大宅。你看啊，这些独立的房子啊，每一个都面积非常大，都有一大片的花园，而且呢就在水边，非常好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啊。站上了一处比较高的地方，可以看看这个公园这一小片的湖区和背后城区的新城区的一大片的房子啊，这些房子都建得不错，不同的风格。更远的地方呢，有一个电视塔，应该是当地的一个电视塔吧。看来这个公园啊，其实就是深入到这一片高尚的住宅区里面的一个公园啊，而且呢，应该说它是被这些独立的房子啊围绕着的。你看啊，对面也都是这样的房子，所以呢，它和老百姓共享这一片公园啊，还是挺不错的一种安排。
这边呢，又是一座站在高处的亭子啊。这里呢，可以俯瞰河边的那些一间间的漂亮的大宅，听着那些鸟鸣声，看着绿意葱茏的绿地啊，还有那些树木，非常不错的一片又宜居又可以休闲的区域。我倒觉得这里的设计理念还是相当不错的。它其实就是一片位于奉贤新城区边上的独立屋的社区啊，但是呢，它又把它这个社区边上的一些绿地呢，完全变成了一片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进来休闲健身的社区公园，而且呢，两不相扰。你看啊，就是5-6米的这么一个距离啊，对面的就是一处这样的房子，但是呢，你过不去啊，所以还是安全系数很高。同时呢，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呢，每天也可以不仅在自己的后院啊，也可以到这个社区公园里面来走一走、散散步啊，这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一家人家的花园非常大，而且呢，它在这个河边啊，用假山做成了一些围栏，感觉这边的房子啊，确实令人惊艳啊。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又是好几间这样的大宅。这边呢，有一个荷兰式的风车。真没想到啊，在奉贤藏着这么一个幽静的，应该算是高尚的住宅区啊。但是也可以想象，这种房子不是一般普通的人可以负担得了的。也许呢，当年在刚刚建设时候啊，还没有显露出它的价值所在啊。但是经过10几20年的沉淀啊，那这边就完全就不是普通人可以负担得了的房子了啊。你看，对面有一间房啊，正在进行装修，不知道是现在买下的呢，还是以前就在这边买了以后啊，等到现在再来装修的呢？但大部分的房子呢，显然都已经装修完毕了，都是一种入住的状态。
所以现在很多国人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啊，他不需要去欧美，在居住的环境来讲呢，也是有很多的选择啊，一样可以拥有不亚于欧美庄园式的这些住宅。10도肯定就在10度，肯定肯定没过啊，肯定没过了。走着走着呢，就快到这个公园的入口处了。刚刚呢，我是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始我在公园里面的漫步，现在呢，我走相反的一个方向呢，来到了公园的入口处的广场。哇，这边很多的女士们呢，打扮的花枝招展啊，在这边可能是参加一个叫西洋运动的活动啊。这个是不是有中国特色啊？
现在呢，已经回到了这个咸源凤浦生态园的门口了，还是有不少意外的惊喜啊！最惊艳的呢，就是刚看到的，跟这个生态园或者说这个社区花园融为一体的那些围湖啊、独立的大房子啊。以我的理解呢，应该就是居住的最高的境界了。一段奇妙的旅程啊，也分享给各位朋友。希望呢，不仅得到大家的点赞、关注啊，也希望大家呢留言发表你的见解。谢谢大家的观赏，再见，拜拜。